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小包北京升北京长，然后上海上的大学，申请魁北克的技术移民，申请了整整9年，然后刚刚登陆3个月，然后现在正在等枫叶卡，在这个期间，然后一边呢过生活，然后一边呢做申请这边的大学，还有一边呢就是做饭团打点零工，保证收入。在加拿大是9月15号登陆温考尔。我觉得外卖小哥的话，他能快速的去了解这个城市，能够和人接触，所以我就觉得外卖这个工作的话是最接地气儿的。我就是希望自己来了以后的话，先把自己放空放低，然后看看自己在这种就像打游戏升官一样，最一穷二白的情况下，我能不能把这个人生过得很好。中间很波折，正式的能够开始练活的话，应该是10月1号。如果说非得说失落感的话，唯一的失落感就是这个整个的体制太像国内了。我指的是这份工作的这个体制哈，因为它毕竟是国内的公司嘛，所以还是中国的一套为人处事或者思维方式的方法。室外的工作肯定不轻松，靠天吃饭。如果像今天这种天气的话，那简直就是在逛街旅游一样，非常享受。我是很喜欢的，就是我的性格。马上下周的话就要零下10度了，得有工卡，然后身体健康，最好会一点英文，基本的英文。需要加押金。我印象当中的话，应该是有500块钱的500刀的押金，这个只是押金。然后呢，车是单独有这个押金的，大概也是几百刀吧。对，然后车的话是有租金的，每周的话应该是75刀，算下来还是蛮贵的。每天的话呢，我能够一般情况下能够做到20多单，好一点的话，最好情况下我做到过35单的。每一单的话呢，平均下来是6块钱。这6块钱分为2个份，一份呢是我送单的送餐费，另一份的话呢就是小费，但是平均下来就是一半一半。整个运营的话是在国内，工资结算的话就是有一个 wall check 嘛，然后就直接打到卡里边去。一个烤鸭，您稍等。2份都是你的，您拿好，稍等。您看好，好的，感谢吃饭团，周六3愉快，拜拜。收了这肉，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单子现在派送中，划完成。然后问您是否已联系用户并将餐送达？点是的。这个单子订单就完成了，然后收入就到手了。其实不让我送上去，我是很喜欢这样的单子的，因为不用自己跑楼。但是唯独一点呢，就是说你不确定用户什么时候下来。有的时候客户的话要等很久才下来，现在手里没有单子，只要这单送完了，就还好。如果是手里有好多单子，然后我在这使劲等，用户一直不下来，就很着急。我心想，还不如我给你送上去呢，送完我就可以赶紧跑下一个单。我们那个电池，它是要充电，那个电池呢是一个商家，他相当于好心嘛，那个老板就跟我们充电，可是电一关，我们就不能换电池了。想干得多一点的话，就只能自己动点心眼在老板关店之前的时候换一个满电池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是比较开放和自由的，但实际上在真正执行的时候会各种资源的抢资源嘛。首先骑电动车那就要抢电池，那电池是有限的如果大家都来上班都用电池，那电池肯定不够然后呢，单子也是这样的，单子很稀缺的有的时候因为它不是属于算法派单，它是属于人工后台派单。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单子比较少的情况，我们可能要单子，但是呢，如果要是整个平台都没有单子的话，那就没有办法了。小费分为2种，一种是在平台上就直接和餐费付掉了，另外一种的话呢，他选择小费到付，就会给到我们手里边。最多一单的话，就是能够挣到就整体加起来10多块钱。最差的一单只有运费没有小费，2块钱，2刀。
因为当时那个单子比较特殊在哪呢？下着大雪，而且我已经是在晚上10点多，而且跑到唐人街已经很远了，而且他选择小费到付，我就跟他提前打电话沟通过，也跟他说过，说如果你要是对我的服务满意的话，可以适当给点小费，没有送到门口。就是一般情况下，这种小费到付，如果他不让送上去，基本上这个小费是没有的。他不到门口嘛，就有很多借口啊。然后果然是拿完餐之后，然后我问他，就是再次就是明示，就是说如果你对我服务满意，可以适当给点小费。然后他就直接说对不起，我没有现金。当时就觉得，那好吧，那就下次吧，下次再说吧。投诉群那个小费投诉的话，就是客户有多次不给小费的情况，可能在平安后边会有一些处理。在我看来的话，我心态还是比较放得下的。几乎不给小费情况，我是不会往那个群里发的，不给也就算了。但是那个是我立刻转手，我就把这个人的不给小费情况就反映了。第一天上班，然后单子并不多，然后到了最后的收工的时候，已经到点了，然后给了我一单，就让我试一下去山上。那个时候一方面完全没有经验，另一方面的话，那个真的是 Westmont 山上迄今为止在山上送的最远的一单，而且他点的是白家老汤2盆汤，而且他那白家老汤当时那个盒子还是封闭不好的那种。我走上去的时候，谷歌地图然后给我指错道了，他要求我说顺着小的山路爬上去，那肯定是我骑小车是爬不上去的嘛，而且他是要穿过人家私人的花园，然后这样的话我就走了好久，然后那个山路的话路也不好，这样送到的时候的话，基本上一盆汤已经撒了半盆了，然后我赶紧自己稍微处理了一下，然后重新装了袋子，然后但是敲门的时候的话，那家的有小孩子，有女主人，是大别墅嘛，中国人，然后女主人还是蛮失望，她没有直接埋怨我，只是说小孩子都等饿了，孩子们也是蛮着急，我能看出他们的这种焦急的感觉。那一单子送的印象太深刻了，而且我晚单晚了接近半个小时。第一个我觉得我工作不好。第二个我觉得对不起客户，第三个的话，我觉得就是送餐这活儿的话，如果要是这么干的话，不容易干。第一天最后一单，我个人认为做的最不好的一单吧，就是给人撒了整个这个汁儿都漏在外边，然后因为他点的是那个这个火锅嘛，烤鱼嘛，然后烤鱼的话呢，当时这个没有就是封这个技术，基本上那个时候的烤鱼的话是不让我们小车送的，都是要大车送，撒在哪儿都是。因为收的时候的话，这个速度非常的快，很多时候是没有交流的，然后有时候就放在门口让你走掉了，所以我不知道他接到单的状况，但是他打开之后肯定就看到了。态度最恶劣，说实话，就整体来讲还没有遇到让我觉得特别恶劣，基本上态度都还好。可能女客户的话就是也比较挑刺吧，她可能埋怨我就没有送的时间太快，非常不高兴，就反复催单子。而且那天是这样的，就是我第一个是刚刚上班，然后他一下就给我3张唐人街的单子，而且我当时电车没有太多电了，然后我就赶紧去取完的话呢，其中有一单子又出了错，然后他就安排的最后一个单子。然后这个时候呢，他还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他马上要出门了，所以在等我这个单子。然后这样的话，至少催了3次，所以各种原因吧，也不能全怪客户。晚了应该是小半个小时吧，20分钟差不多。那天是真的很多事情都赶在一起了。最奇葩的一单是已经晚上10点半了，还是这个时间很晚。再接下来的话就是打电话永远没人接。这个保持电话畅通非常重要，我们可以告诉客户，然后我们什么时候给您送到了，然后您出来什么时候接。第一个打电话没人接，第二个我想办法，因为你没打电话不接或者没有扣的，我进不去楼啊，我没法给您送上去，我想办法进去了，到门口敲门没人应，然后那我就没有办法，因为我必须得确认说我联系到你了，把餐放到门口我才能走，这是我们的要求，而且要拍照留证。那这个时候我就想进行这个2次配送啊，但是我联系客服完了之后，就马上要准备进行2次配送的时候，然后这个客服告诉我说他联系上客户了啊，当然客服可能有其他方法联系上客户啊，然后我又反过来我又再送了一遍，没有2次配送，2次配送是可以再多加钱的，你知道吗？那就没有2次配送。然后呢，没有2次配送的时候呢，我把他送上去之后，然后这个人呢就是只说了一句说睡着了啊，但是我觉得这是他很不高兴，因为好像我晚了，然后因为我已经送别的单子去了，我绕了一大圈又给他送回去，拿了单子之后，然后那个单子很远，也是
也是不在当趟唐人街那个方向。然后我在路上的时候，中间他给我打电话，那个客户直接给我打电话，然后我还有单子什么问题，他跟我说为什么没有给他什么沙拉酱还是烧烤酱，然后我就崩溃了。当时那个时候可能太晚了，也很累了，然后这单子跟我折磨我，我真的是情绪有点挂不住了。然后当时我回应的还是很职业的吧，就跟他说对不起，这边我是负责派送的，如果您单子餐品本身有问题，需要反映给我们的客服或者跟餐厅联系，肯定跟他耐心解释嘛。但是挂了电话之后，我就真的是情绪有点失控，这个人太奇葩了，而且他本身这个人长得也比较的奇怪吧，像嗨过一样那种的，就是眼光有点弥散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他睡着了是真睡着了还是嗨过了，我不太清楚。嗑药了是吧？我觉得感觉是不就是这个人有点精神不正常。对于送餐员来说，把钱给到位都不是事儿，所以我现在特别爱送的就是一条街上面的一个就是住的比较好的一个公寓的一个女士，然后每看到她的单子的话，我就心里无比的开心。张女士，我觉得这可以透露一下啊，因为也不知道是哪个张女士嘛。然后首先第一个，那个我和她是不见面的，就只要是拨扣的，然后直接上去，然后我敲门放出去，她也不会开门。但是我只要是这个单子点完成之后，她给的小费都非常的丰厚，她非常喜欢日料会单价会稍微贵一点啊。我们的小费是按照单价的百分比来算的，而不算你的路程，你路程再远没有用，而且小费也给的很合理。我指的合理是都在10%以上。我一般情况下的单子上限10%，不到10%，总价越高，配送费越低。所以也就是说，如果要是这个单子本身总价就很高的话，然后它系统就默认你会拿到很多小费，因此直接把你配送费降低。配送费的话，最低能够到我见到过的到1块钱。如果你只是为了做而做的话，那来做呗。而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长期工，不是那种比如说你去包寿司，可能就包个1-2个礼拜，或者是帮人家去扫草坪、铲雪，那都是短期的临时的，你只能做几次就没有了。还是蛮不错的。你看一下，这个就是这烧烤的单子，你看它烧烤应该是没有汤的，但是现在就这样，就这个卖相就很不好。所以实际上，如果这个撒一点没关系，但如果撒的比较严重的话，可能我们就要给客人处理一下，比如说换个袋子什么的。所以一般我们都自己常备几个饭团的袋子，如果万一有什么撒和漏之类的有汤汁的话，那我们就换一下。那现在的话，我已经手里取了2个单子，但是我要现在去送这些单子的话呢，我就必须要保证这个餐的温度，于是我就要把这个袋子里面的这个餐拿出来，然后因为我要送这个单子嘛。所以呢，我就要把这个要换一下，要把这个单子要放下去。这样的话，保证在递到客户手里边的时候，这个是装在保温箱里边的，它是有温度的。主要还是因为我这个箱子太小了，骑小车啊就是这个问题，它这个箱子装的有限，所以要不停的换，而且一次没法接太多的单子。现在我先去上这里，一般情况下进去之后，1道门是可以进去的。然后第2道门的话呢，就有这个扣的，然后我们会拨这扣的。还有的时候扣的是非常难拨的，那我们就要给客户打电话。我看一下试一下这个扣子有没有，没有扣的。但是这个用户的话是老的用户，你看到了。就是他已经有这个自己的扣的，我记录下，他没有在这个单子没有写扣的，但是我知道他的扣的，我就给他拨一下。OK， 这个人，就干的时间越长的话，然后积累的经验越多，所以任何各行各业都是有他的经验。有的时候呢，这个门可以自己拽开，所以我就试一下。你好，饭团。然后每一栋楼的电梯是不一样的，像这个的话，它是 RC 嘛，就是1层大厅，但是直接到2层。还有一些的话呢，它是 RC 完了以后还有一个1层。这个电梯每一个电梯都不一样，特别有意思。3、4点，对，是的。
客气。哎，感谢你使用饭团，祝餐愉快，好，拜拜。就是刚才的话是人家客户听到你安扣的，所以他就直接出来迎你了，这种情况是极少见的。一方面的话，这客户可能在家里边，只是希望你说，比较，希望你让你送到门口，啊，然后呢，等一会儿的话让他出来。还有一种的话呢，就是现在疫情的原因嘛，他不希望你和你发生面对面的接触，所以即便你打电话了，甚至你敲门了，他也告诉说你放到门口，走开就好。然后过一会儿了，等了很久他才出来接，这样的就很少这样的直接跑出来的。的时候，再把这个保温箱里的再放进去，送下一个单子。体餐的时候特别有意思，每一个饭店每一个老板的脾气都不一样。这个的话就是相当于已经完成了，我可以发信息告诉他取餐，现在就是完成订单，然后订单结束，这个单子就可以了。现在手里还有一个单子，我现在去送下一个单子。这个单子的话是在山上面去，待会儿要跑山上，走吧。每一个单子、每一栋楼、每个公寓，它的状况都是不一样的。像这一处1100，它就很快，因为它是不允许送上楼，所以我们只需要把餐送到它的大厅，摆在大厅的桌子上面，打个电话，这个单子就可以结掉了。这是非常快的一个单子，所以我们很喜欢送这个。感谢使用饭团，祝您餐愉快，拜拜。这样的没有递到客户的手里的单子，放到门口或者放到楼下，是打电话通知客户我来取餐，然后要拍一张这个照片证明你放的位置。如果万一后面有一些比如说丢餐啊或者落餐的情况，客户要问的话，这个算是一个证据，好找。现在我这单子完成之后，我先划完成，我看一下。先划完成，然后看一下送达，看看有没有新的单子。如果新的单子的话，会给我。你看现在又出了一个新的单子，这个单子是烤鸭。为什么送餐还是愿意骑小车呢？马上接下来天就很冷，所以今天的天气的话，算是非常非常好的天气。基本上现在工作的话，就像逛街和散步一样。马上下一个礼拜的话，下一个周就立刻要降温，降到10度。有的时候还下雨啊、下雪，就很难工作，因为这种户外的。可是小车的话呢，它方便停车，而且有些路线的话，你也看到，就是有些在这边红灯是不能右转的开车，但有的小车就转过去了，或者是呢有些小道小车就超过去了。这些呢大车都会延缓节奏，包括给的单子，小车的话单子会比较多一些。所以骑小车的话，相对比大车的话赚的还是会多一些，所以我还是比较喜欢骑那个电动车。如果实在不行了，太冷了或者雪太大的情况下，那就只能改开车。但是开车呢，可以看到找停车位极难，非常难。有的时候停错车，或者是有的时候路上的时候超速被警察罚单的话，一张单子就是100块，那这一天就白干了。就是感觉好像是送餐的话，然后他赚的钱，好像是一单一单下来就赚得很顺利。实际上大部分的时间，要么都是在等餐，然后要么就是在等那个扣的人开门，要么就在等单子。所以很多时间实际上是在等的过程当中度过的。像有些店的话，他出餐，包括他做活动，他一下单子接的非常多，所以去那儿之后的话，店忙不过来的情况下，那我就要去等。然后这家店的话，有的时候就会等很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一看到这个单子，知道是哪家店了，然后我们要么就是会安排在最后去取，要么呢我们会提前打电话给店家，他已经确认出餐了，我们才过去。烤鸭做的特别棒，而且它是脆皮烤鸭。然后如果要是有朋友怀念北京的味道的话，可以到这儿来吃烤鸭。而且它这烤鸭和菜品的话，有整鸭，然后还有1鸭3吃。来，现在我们去烤鸭。哎呦，换成几单？89。拿2单。哎，好的，非常感谢您。
2袋哈。对。是烤鸭半只，烤鸭3吃，还有肉炒饼、羊肉丸子。走了啊，谢谢老板，拜拜。取餐之后就可以划已取餐，然后这边的流程呢，要下去之后要和老板对这个单号，一般是单子的最后3位，最好是能够确认一下你拿到的餐品是有几袋，然后再确认一下餐品里面具体的餐，就是主要的餐，比如说大菜。然后或者是他这几边的话有没有饮料啊？千万别少拿了或漏拿了。有这种情况，他这边餐已经出了，但是呢太忙的时候的话，我就漏拿了，或者是他给错了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所以自己要小心一点。还有一些呢，它会有备注，比如说要几双筷子，或者要不要吸管，就这些细节都要非常的小心。如果要是没有注意的话，到了那边客户要找我再回去，这个浪费的时间就特别多了。员工餐，现在呢，这一单是红顶天，然后咱们去红顶天去取餐。这家红顶天是个川菜馆子，这一单子呢是辣味石锅饭和毛血旺，是不是口水已经流下来了？这个时间段，对吧？正是馋虫蠕动的时候。走。饭团取餐，332。这是我的辣味石锅饭，谢谢完。OK， 我走了，拜拜。OK， 走。我的车在那个。乡间的全是单行路，如果我们就是走这个单行路，特别难走，总是这个很绕，有的时候你不小心就很容易违反规则。所以呢，我们熟悉之后，我们全都是走这种小巷，然后就可以横着这样走。所以呢，如果我们发现那个路很难走的时候，我们就走小路，这样速度非常的快。你看这餐就很麻烦，现在全洒了，为什么呢？它底下是小的，是窄的，上面是大的。在这个北京话这叫猴顶灯，特别容易倒，但是餐馆特别喜欢这么打包，然后放在里面，只要你不把它给固定住了，它就倒，这是圆的底儿，非常容易倒。现在这个卖相就很不好，这个客户打开以后看的话是非常不好的，但是没有办法，现在只能给人就这样送过去了，对吧？我觉得这是肯定能收到差评的，所以拜托下次餐馆打包的时候，能不能把大的东西放在底下，小东西放在上面 ？OK。So we'll wait for the website and then we'll see.
实你可以跟进拍一下。哎。这订单完成了。送外卖呢，就普遍的理解呢是相当于服务行业，而且是整个社会的最底层，至少在国内的看法当中是这样看的。那对于这种服务行业的话，它的每天的感触就是，虽然都是这个周围，而且都送同样的街景、同样的楼，可是呢，你每天会接触到不同的案子，接触到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突发的事件发生。我的感觉就是可以进到这种很高大上的住宅楼里边，然后也可以去送到很普通的小公寓里边去，那就是等于是高也可以，低也可以，所以呢就感受到整个城市的这种风情，接触到不同层面的人，体验不同的人生，这种感觉还是蛮有趣的。OK， 就相当于这个平均的价格嘛。平均价格的话，一方面是指的是你的送的费用，还有一个就是小费的状况。那如果要是在我的理解是，比如说是在平均的6以下的话，那就可能是小费会给的比较的少一些。但是呢，偶尔的情况下，我真的会接到这种能够到7的单子，指的是平均一天下来，然后平均是7块的钱的，那说明小费还真是蛮足的。所以说可能，总的收入不是很多吧，但是觉得说，感谢各位客户们打赏，还是很慷慨的。哎呦嚯，看看来2单了，这说话赶紧就是抓住。高老庄这个地方特别有意思，所以呢，就是别看这个地方很乱，但是呢，给人感觉很安静。因为这个地方，你进来之后的话可以停车，然后还有小伙伴一起用这个车库。有的时候你进到这个很脏的地方的话，反而就感觉到好像一天的工作结束了，到一个终点，然后你可以回家了，而且给人的感觉反而是很温馨的。特别是在下大雪的时候，所有的脏的东西，地上的这些污迹都看不到了，都被大雪覆盖到了，你看到就是一片的纯白色，所以这个也是加拿大它独特的地方吧，大雪会掩盖一切。这个单子就安排特别好，数字呢是取，那我就可以从1号取完之后再取2号，最终呢这2个单子实际上它的终点都是一个位置，一栋楼，所以它就是 A 和 B 都合在一起了。那也就是说呢，我只要跑这一趟线，取2个单子送1次。那我就可以赚到2份的钱，所以这种单子都是属于感谢派单员小哥给我送的好单子。这单子有的好有的坏，不能挑，没法记单，但是有好单子的话，都是还心存感激。走，准备出发了，干活了，开工。到了北美的话，肯定是得买车，因为这车就是腿嘛，代步的。所以呢，到这儿来之后呢，买车，而且，我本来就想买一个2手的比较旧一点的，或者是比较便宜的车，但同时的话，就希望呢不要把太多的精力和维修浪费在这个车上面。于是呢，就反复的挑嘛，也是这样的话，就相对来说买了一个 Acura， 就也是日本的车。这样的话呢，车况还是不错，唯一的问题就是年龄有点大，是04年的 Acura，开起来还是不错的。它的电气方面有好多小毛病，但是不修也就这样了。但是它的机械部分还是非常好的。因为有车，所以也增加很多机会，比如说可以有很多的朋友，包括帮一些中国的朋友去接送机呀。或者是有的时候帮忙搬家呀。如果你没有车，那就没有这样的机会认识这些朋友，没有法交往。有的时候呢，也可以走得远一点，比如说有朋友要就是临时来的话，那我可以带他去别的城市，像比如去过魁北克城然后在一路上也很高兴。这些呢都是因为你有车，所以拓展你的视野。
它的养车的成本还是蛮高的，包括我现在没有魁北克的驾照，本土的驾照，所以呢保险费也贵，然后也有些事情办事很麻烦。可是我觉得这都是一个经历和过程吧，这都是要花的成本，还是蛮值得的。